没见过吧？罗盘，测风水用的。这是五爻卦，看见没？什么乱七八糟的？拿过来！为什么？你们解放军不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吗？这是我自己的东西，凭什么给你们啊？你老实点，别在这搞什么封建迷信，没收！你。此时，这个骂骂咧咧的人就是国民党军中赫赫有名的罗盘将军张干，人称张罗盘。在这部剧中，他叫蔡守元，但不影响他是罗盘将军的身份。说起张干，也算是个人物，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先后参加过武汉会战和随枣会战。张干依靠这个罗盘打了不少胜仗，因此在国民党将领中小有名气。特别是在治军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每次到了要打仗的时候，只要张干占卜说此战必胜，底下的士兵就会出奇的自信，认为必定能打胜，士气也随即大涨。白崇禧多次依靠张干这种治军方式打了不少胜仗，但在解放战争中，张干手握罗盘却看不清大势，多次配合白崇禧积极参与内战，最终在广西博白被4野43军382团飞虎队所俘。而在张干身旁的这个人也不是什么路人甲，他叫郑廷吉，国民党陆军中将。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57步兵科，曾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忻口战役和昆仑关战役。1941年任200师少将副师长，入缅甸同英印盟军参加对日作战。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我军俘虏。走！两人虽曾经身居高位，但我军的战士可不惯着他们，不想继续啰嗦，直接就带进了北京功德林监狱。因为是深夜才到，没有准备任何保暖设施，没多想的战士只能临时找了个房间安置这两人，凑合着度过今晚。不曾想，到了第2天，蔡守元差点被冻死。这么说，昨天晚上老蔡差点被冻死。早上他们进来的时候，老蔡人都硬了，我也半硬了。刚刚到任功德林做所长的王英光一下他就听说了蔡守元差点被冻死，立马顾不得休息就前去医务科看望。毕竟毛主席可是特意指示过，针对这些战犯要进行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王英光可不想刚一上任就出了个虐待战犯的情况。当王英光进到医务室见到蔡守元时，蔡守元已经被冻得浑浑噩噩，满嘴的胡话。我是功德林要犯管理所的所长王英光，对昨天晚上的事儿，我们很抱歉。你有什么要求，也可以向我们报告。蔡守元丝毫不接受王英光的好意，他知道自己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觉得昨天晚上的事就是我军故意阴他，故意让他挨冻受苦，以此作为惩罚。如果你们要判我死罪，把我一枪毙了算了，是吧？你们共产党人是这样光明磊落的，对吧？为什么跟我玩阴的呢？王英光并没有为此多做解释，只是告诉蔡守元安心治疗。因为王英光知道整个功德林的战犯都跟蔡守元的想法一样，觉得自己不会再有生还的希望，整日过得浑浑噩噩。王英光看着这些战犯，更加坚信要对他们进行改造的必要。来看看曾经统帅100万大军的将军，蒋介石最信任的人，用得最顺手的陆军中将，此时有多么的狼狈。杜聿明在陈官庄被俘时，身上就患有4种疾病，分别是胃溃疡、肾结核、肺结核和脊椎炎。此时工作人员2个人想扶他站起来都困难，无法想象这样的身体情况，蒋介石竟然还让他身处前线指挥徐蚌会战与我军作战。现在核对你的身份，姓名杜聿明，年龄45周岁，籍贯山西密支县，配偶情况曹秀清，身体情况我身体有病，传染吗？不知道。王英光也不管杜聿明的结核病会不会传染，直接就命人近距离接触给他量上身高，量完身高后又叫人抬来一个竹筐，用来给杜聿明称体重。带他过去。杜聿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会被用上这种称畜生的方式来称自己的体重，感受到竹筐不断上升，
只能羞愧地闭上了双眼。130斤。他一直都有病。是他一直都有病，这病那病的，没完没了。称完体重后，鉴于杜聿明的身体状况实在不合适长久站立，便找来担架让他躺了上去，打算把他抬进功德林。在移交手续进行到最后阶段时，便是清点他的个人物品。王英光当众打开杜聿明的行李箱查验，行李箱除了几件衣服之外，剩下的便是一支钢笔和打仗用的指南针。最让人震惊的是，他这个统帅过100万大军的将军，个人财物只有6块银元和1根金条。这金条有多重8两，我们点验过。8两金条，在国民党里算是穷人。是。很快流程就走完，经过2个单位的签字画押跟手续交接，杜聿明也正式进入功德林学习。杜聿明，这里是北京功德林要犯管理所。本管理所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直接管辖。从今天开始，你正式移交本所。希望你在这里可以认真的学习，积极的改造，重新做人，并且遵守各项规章制度，配合各项工作。祝你在本所生活幸福，身体健康。听完王英光的介绍，杜聿明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不知道是无话可说，还是疾病缠身严重到说话都困难。紧接着便是发放个人的生活用品。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各种物资紧缺，在发放生活用品的时候，只有1把牙刷、1条毛巾、1盒牙粉、半个肥皂以及1个脸盆。暂时只有这些东西。国家刚刚成立，物资上还比较紧张，其他东西会接着给你们。把他带走。是。首长，他身体不好，我想去看看他。你去吧。是。就这么着，杜聿明以被抬的方式进入了功德林。